所以我选择了一个中间2万5。大盲位的玩家很快就跟住啊，很快就跟住。它是什么牌？很快就跟住呢？我开出了炸虎，它是 Q8方块。基本上可以是 nuts 哦，因为没有叠牌，对手选择跟住，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失误嘛。对手的策略一定是选择 all in 啊，怎么会跟住嘞？那我认为对手绝对是一个偏向比较保守的玩家。好，下一手牌呢是一个小盲对大盲的情况，1000、2000的盲注级别到小盲位的对手选择了平跟，他有10万的筹码量有效。这个时候呢，我在大盲位有10万的筹码量，我有52不同花，他选择平跟之后呢，我认为52不同花是一个混合策略。我在这边呢可以选择加注这个手牌，像是一些比较糟的不同花的手牌，像是52啊、27、49、38这种牌。翻牌之后的可玩性非常差的手牌呢，我觉得都可以有一定的频率去下注，然后有点像是在炸胡了。希望他在翻牌前弃牌，然后不要进行一个翻牌后。但是当下呢，我选择一个过牌，因为我觉得我不会永远都炸胡。那当下呢，我就选择过牌，看到翻牌 J52 2张方块，非常好，中了一个很诡异的2对，底池6000，小盲位过牌。这个时候到我在大盲位，那我们手牌是一个很明确的下注，我觉得可以有2种下注尺寸啊，一个是小尺寸，大约是半个底池，或者是接近一个满帕，我觉得2个都可以。那我们的手牌里面要找到炸虎也是很容易啊，任何的双头顺，像是3、4，任何的卡顺，任何的2张方块，甚至是1张方块带卡顺，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合理的手牌。比如说 A3、A4，当下我选择下注3000，这个时候呢，对手选择跟注，转牌来了一张 J， 非常的不好，叠牌 J52 turn J， 变成是我的2对就没有用了，我只有一个5的对子带一个踢脚2，如果他有5，那就是一个分钱的状况。这个时候呢，底池12000，他又选择过牌，那我觉得在这个转牌，我的价值下注的手牌范围呢，很有可能就会是，比如说 A5、K5， 或者是3条 J 以上的手牌，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那这手牌的话，就不算价值下注了嘛。如果我下注，就等于是炸胡啊，因为第一个就是我阻挡了5的对子跟2的对子，他有2的机会更少，然后他如果有5，他的踢脚一定比我好，因为我的踢脚在上面嘛。所以呢，这手牌我觉得没有必要炸胡，也没办法价值下注，所以是一个很明确的过牌，我选择过牌。合牌开一张无关紧要的7，底池12000，对手下注一个8000啊，就换我要做决定，要不要抓炸胡？那我跟大家讲一个最常见的状况。在这种单挑的情况下呢，不要讲顶队啊，我觉得中队甚至是底队都会是一个很好，也是很高频率的抓炸胡的手牌选择。原因是因为单挑2位玩家的范围都太宽，我觉得这手牌根本不用去用乱数或是用随机的方式，我觉得这手牌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抓炸。如果我今天要用随机或者是用一些范围来做一个要不要抓炸胡的最底端的选择的话，可能会是一些最弱的底队、2的底队，或者是一些 S high K high， 那我觉得才可能会需要一些随机的方式。但我认为任何的对子在这种地方应该是非常轻易的跟住，所以我很快就跟住。然后呢，看到对手是 Q9 黑桃，他就是 Q high 嘛，他就是在炸胡，我就赢下了一个底池。下一手牌呢是一样的，这个1000、2000的盲注级别，有效筹码大约是10万。我在 bottom 位我拿到了 Q10不同花，选择了加注到4000，大盲位的玩家跟住。翻牌是 J84 彩虹面，有1张方块，底池11000，大盲位过牌到我认为这手牌我们会有很高频率的持续下注，原因是因为翻牌是一个2张算是高牌啊，8以上的牌我都会认为是高牌。那我们有一个卡顺，我们有一个 Q high， 我们这边持续下注的话，可以让大盲位有很多的 S high， 甚至是 K high， 甚至是一些还有机会在转牌合牌随机中到一个对子赢下底池的手牌给弃牌，所以是很好的一个持续下注。我下注4000，大盲位的玩家跟住，转牌来了一张方块5，代表说有一个后门花的机会。那以方块5来讲，我觉得有到特别好吗？其实并没有哦，原因是因为对手很有可能会跟住6、7，那我在 bottom 位加注可能不会有6、7不同花，但是大盲位会有很多的4、5跟6、7哦，不管是转牌中顺子或者转牌中2对都有可能。以持续下注来说呢，我觉得不会到太糟，原因是因为当我们在转牌还是只有一个卡顺跟 Q high 的时候呢，透过持续下注，我认为哦，对手的4的手牌范围很有可能应该要弃牌，甚至是一些很弱的8的对子，7、8可能不会啦，因为7、8有一个卡顺啊，8、9哦，我觉得比较合理一点。我觉得他在这种中队呢是很有可能会弃牌的，至少我对这个玩家的认知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转牌的炸胡是可以接受的。底池19000，我下注一个半个底池多一点，下注9000，他选择跟注，合牌开了一张方块 K， 然后底池37000，然后这个时候对手呢选择了过牌。那我就在想，合牌可不可以炸胡掉？比如说是一些 A8、Q8，或者是一些很弱的 J， 比如说 J3 同花、J6。
他有没有机会弃牌？说实话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以现场玩家来讲的话，就是要试看看嘛。那当下呢，我用了一个随机的方式，就是我有一定的频率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是 Ace High， 我很有可能就不会炸。Ace High 有更好的摊牌价值嘛，但说实话，我觉得可能没什么差别。如果说我今天要炸胡的话，我一定最明显是什么？我觉得90是我一定会炸，因为10 High 嘛，对不对？我10 High 怎么可能会赢？10 High 跟 Q High 算是一个在这个情况下最底端的范围，我觉得都可以用一定的频率来选择炸胡。底池3万7，我选择了一个2/3的下注尺寸，我觉得算是一个平均值啊，1/2到满帕都可以，所以我选择了一个中间2万5。大门位的玩家很快就跟住很快就跟住，但是什么牌很快就跟住呢？我开出了炸虎，它是 Q8 方块，对手中了一个后门 Q 花，基本上可以是 nuts 因为没有叠牌，只输一组后门 A 花对手选择跟住。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失误嘛？怎么可能会用跟住？对手的策略一定是选择 all in 啊，怎么会跟住嘞？对不对？如果说这么强接近 nuts 的手牌都只会选择跟住的话，那我认为对手绝对是一个偏向比较保守的玩家。通常我觉得中队跟底队甚至是顶队都有机会被我炸虎给炸虎掉，所以我对于这个炸虎是非常满意。只是刚好遇到一个翻牌的一个中队跟住，他2张方块嘛，所以转牌开1张方块，他又很自然的、很简单的可以轻易的跟住，然后合牌中了一个后门花，所以就是这手牌理论上他如果是 Q8 黑桃，他一定就被我炸胡掉。但当下呢，刚好是一个后门花的组合，所以呢就炸胡失败啊，输了一个底池。下一手牌1000、2000的盲注级别，然后是在 bottom 位的对手，他有6万的筹码量，他加注到4000。这个时候呢，我的筹码量大约有10万左右，我拿到了 J6 黑桃，选择了跟注。翻牌是 J9 一张小牌啊，底池11000。然后是一个彩虹的牌面啊，我选择过牌，bottom位的玩家持续下注3500，那是很正常的一个1/3的下注尺寸。那我认为我们这边的话，踢脚比较弱的 J 呢，应该都会放在一个高频率的跟注。那如果说是 J8 以上的话呢，才会是一个高频率的加注。至少我认为大部分的频率的分布大概是长这样子，所以我选择了跟注。转牌是一个小牌，无关紧要，然后底池18000，我选择过牌，他也选择过牌，那很明确了，我们的 J 的对子一定是最好的。合牌开了一张叠牌 J， 而这个时候蛮有意思的合牌我认为在我的范围里面呢，我会有很多的炸虎，譬如说任何的双头顺、卡顺、Q10、18、78之类的卡顺、双头顺 K9 都在我的范围里面啊 ，K10、Q10 甚至是70同花都在我的范围里面。我有很多的双头顺听牌没有中，我有很多的炸虎可以选择下注炸虎。那配合的价值下注很明确的就是什么？3条 J 嘛，这样的手牌价值下注，基本上我们会选择一个大尺寸。如果说我们今天是 A9 或者90这样的中队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价值下注，但通常呢就会是一个小尺寸。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他拿任何的9或者是6677这种手队来跟注，而且我们拿9选择小尺寸下注，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当今天如果对方是 A9 的话，我们可以输少一点，对方的9还是有机会的踢脚，对我们的范围里面呢是有可能比我们的踢脚来的好，所以我们的范围里面9的范围很有可能会选择一个半个底池或更少的下注。那如果是3条 J 的话呢，那肯定就会是选择大尺寸下注。当下呢底池18000，我选择下注一个2万比一个底池稍微的多一点点。对手呢没有想太久，很快就跟住，他就看到3条 J 他就把牌给丢掉所以我就赢下了一个还不错的底池。下一手牌呢是在1500、2500的盲注级别，我在小盲位，我有大约是超过10万的筹码量，我选择了平跟45不同花。大盲位呢，它有45000的筹码量。那先说我在小盲位平跟45不同花，我觉得算是一个合理的范围，没有到特别的宽，也是一个底端的范围如果说是34或者是53不同花，我应该都会弃牌。我觉得45、56、67、78算是一个连结性还可以接受。那我觉得小盲位，如果说我认为这个对手他看起来是一个比较保守，也就是他应该要加注的手牌，但是他不会加注，可以让我看到一个免费的翻牌的话，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跟注。那我认为这位对手呢就是这样的玩家所以我选择了跟注。大盲位的玩家选择过牌，翻牌是16、2， 2张方块，底池7500，我选择了一个下注4000。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当今天对手过牌的时候呢，对手的手牌其实就是一个很宽的范围嘛，可以说是一个100%的范围，扣掉前20%、30%原因是因为前20%、30%，他应该会有很高的几率自己选择加注。尤其是在这种10嗨的翻牌，高牌越多，对于小盲平跟的这个范围来讲，一定是越有利。
因为小盲平跟是很有可能慢打一些 AAKK、AQAK 之类的手牌，高牌越多呢，我们小盲下注的频率呢就可以越高。那底池7500，我选择下注4000，大盲位的玩家选择跟注，转牌来了一张 J， 底池15500。那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混合策略。当下呢，我是选择一个过牌，对手呢也选择过牌，合牌呢又是一张 J 哦 ，Turn J River J。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些比较好的6，比如说 A6、K6。我应该都会价值下注，更不要讲7788。那如果说是一些很弱的10，譬如说15，我觉得翻牌下注、转牌过牌、合牌有10的顶对的话呢，也是一个很明确的价值下注。所以呢，在这个底池15500，我选择下注半个底池。我觉得 A6也可以这样子下注，我觉得很弱的10也可以这样下注，所以我觉得挺好的。但我肯定不会有 J 啊，有 J 我可能会选择更两极化的下注尺寸。大盲位的玩家想了一下之后呢，他就跟注了，我就开我的炸虎。很意外的是，我看到他的手牌竟然是1对5。那我觉得1对5对于他来讲呢，翻牌前大约只有22、23个大盲，我觉得应该都可以有很高频率的直接 all in 或者是加注，都会比过牌来得好。所以呢，这手牌其实也不意外啊。如果说他1对5的手牌范围都会选择翻牌前过牌的话，他绝对是落在我刚刚讲的，就是有很多可以加注的手牌，但是不选择加注，反而让我看到一个免费的翻牌。那我觉得其实我要做的修正很有可能就是减少炸胡频率，或者是选择更适合的炸胡手牌。这手牌啊，给我一些资讯，也是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一个牌局。下一手牌呢比较简单一点啊，是一个翻牌前all in的状况啊，一样啊，在1500、2500的盲注级别，8人桌的 UTG 加1选择了直接 all in 3万，12个大盲，我在 CO 位，筹码量大约是72000，我有1对7，我也选择了 all in，然后 UTG 加1的玩家是1对4啊，我就成功了把这位对手给清掉。那先讲一下这个翻牌前的范围，我认为对手在这个位置，有的玩家可能会 all in 到2233，那我觉得这个你说有特别糟吗？我觉得没有。如果是我的话，我很有可能不会 all in 2233，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也取决于就是玩家认为其他玩家的技术，或者是自身玩家的技术。如果你认为这个桌子很难打，那我觉得2233你要 all in 那就算了。但如果说你自认为桌上的玩家都是比你弱，或者是大部分是比你弱，那我会更偏向不要去 all in 2233了。所以我觉得 UTG 加1啊，44就是一个很尴尬的情况。那很明确就是55以上的手队一定是 all in，他选的手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那换个头来讲，如果说面对这样子一个合理的全下范围，那我们在 CO 位1对7是很明确的 all in， 但是我们会 all in 什么样的范围呢？我会觉得如果它的预设范围可能是1对4以上，或者是同花，比如说 A5 同花以上 ，A9 不同花以上，对上这样的范围的话，我继续的手牌范围可能是66以上的手对跟 A10 同花或者是 AJ 不同花以上的手牌 ，KQ 不同花或者 KQ 同花很有可能会弃牌。那我觉得我刚刚讲的那些手对跟同花 A 跟不同花的 A 大概就是一个很明确可以跟注的范围，只是说我觉得当下的情况就是 all in 会比较好，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筹码量如果说有到9万，我跟注3万，我后手还有超过6万，那我觉得没有一个套池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比较合理一点。那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后手筹码量是不到8万这种筹码量的话，我觉得我要继续的手牌，我很有可能都会选择 all in。那 all in 的范围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些66以上、AJ 以上、A10 同花以上，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范围。